在发烧友的圈子里，有4大耳机厂商的说法，他们分别是森海塞尔、歌德、AKG、拜亚动力。要说这4位谁最可惜，想必非 AKG 莫属。作为音频领域最知名的品牌之一， AKG 在专业音频人士、音乐从业者，包括歌手、音乐制作人以及各类音频发烧友之间有着极高的人气。试问了解点耳机的人，谁不知道30多年前推出的 AKG K1000？ 这是一款足以被历史铭记的传奇产品，凭借夸张的造型、惊艳的音场，至今都被认为是最好的动圈耳机之一。烧友们亲切地把它称为 KK， 即使停产数年后， KK 的传说也不绝于耳。当然，还有10多年前的 K3003， 烧友们无不为之倾倒和膜拜，大有一览众山小之势，甚至一度被冠以圈铁耳塞产业的参考级入耳耳机之称号。但是自从被三星收购后，辉煌的 AKG 就像被雪藏了一样，既没有像样的产品，也没有应有的品牌运营活动。特别是2017年 AKG 奥地利总部的关闭，顶级工程师被裁员，更让死忠粉直呼自己的耳机信仰要亡了。所以这期视频咱们就带大家详细回顾 AKG 的传奇历史，共同探讨除了三星的收购，还有哪些原因让它走向没落。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是欧洲古典音乐的摇篮，世界上许多著名的音乐家如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等都在这里度过大部分音乐生涯，谱写了许多优美的乐章。AKG 的诞生也在维也纳，但和音乐无关，而是源于战争。1945年，二战后的奥地利被盟军战略，维也纳几乎被炮火摧毁殆尽。随着战后重建的开始，鲁道夫·格瑞克博士和恩斯特·普勒斯2个人萌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人们太需要电影去忘记生活的烦恼。但战后的维也纳电影院大多被摧毁，完好的影院设备也难以找到。紧接着1947年，2人在维也纳的郊区成立了一家做录音室设备的 Akustische Kino-Geräte， 缩写即如今的 AKG， 当时员工仅5人。这里不得不重点介绍创始人之一的鲁道夫·格瑞克博士，他是个天才的工程师、画家、音乐家，有很高的艺术造诣。AKG 早期产品外观基本都由他把控，而且在创立 AKG 之前，他就从事话筒设计工作，对话筒可以说是有着独特的热爱，在电声领域有诸多获得国际专利的基础性发明。1949年初，在他的带领下 ，AKG 首款产品 D10话筒上市，全手工制作，非常精美，一经推出就走进了维也纳的电台、剧院、爵士俱乐部。直到现在 ，D10依旧是收藏品级别的话筒。也是同一年 ，AKG 的第一支专业动圈耳机 K120问世。K120 Dime 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耳机形象，圆柱形的金属外壳，橡胶的耳垫，细细的可以转动的头带。受当时条件限制，这款耳机产量很小，但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看来，这是 AKG 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产品，建立了往专业耳机领域发展的方向。不过50年代的 AKG 主要产品还是录音室设备，推出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产品，比如世界上第一支新型指向动圈话筒 D12， 直接征服了音频领域，成为当时录音室、电台、电影制片厂演出的标准装备。随后推出的世界上第一个可变极性电容话筒 C12， 它的第一位客户便是 BBC 电视台。随着业务的扩张， AKG 也开始迈向国际市场。1955年在德国成立了其第一个海外分部，还将产品销售到了东欧、亚洲以及拉丁美洲国家。60年代后 ，AKG 因其优异的品质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1964年的冬奥会中就使用了许多 AKG 的电影院音频设备。限于篇幅，关于 AKG 的影院音频设备在此不做过多描述。总之，大家知道就行。在耳机之前 ，AKG 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转折点大概在1965年，电视的发明结束了大影剧院的时代。AKG 决定放弃商用的影院设备，转而生产个人使用的音频设施。公司因此更名为 AKG Acoustics， 即如今在专业领域被人们所熟知的 AKG 声学股份有限公司。下面重点聊聊 AKG 在耳机领域的故事。在50至70年代 ，AKG 出过 K120、K180 等不少系列的耳机，但和现代耳机差距较大，知名度并不高。真正让 AKG 在耳机领域雄起的是1975年推出的 K240 系列，代表了当年动圈耳机的最高标准。因为这是 AKG 首次以追求全频段响应为目标而设计的耳机，针对以往动圈耳机在低频回放上的缺陷， K240 系列首创性的在动圈耳机设计中引入了无源辐射器，即从动振膜技术。
声波中高于200赫兹的分量可以穿透从动振膜，达到类似开放式耳机的效果；低于200赫兹的分量则被反射回耳机腔体内，以类似封闭式耳机的原理来增加低频分量。得益于这种技术 ，K240 系列可以提供在当时非常难达到的低频响应。不仅如此 ，K240 系列中高频的轻盈灵动、颇有规模的声场以及优秀的顺态响应，都使其即便放在差不多50年后的今天，也是值得一听的耳机。当年 K240 系列有多成功呢？这么形容吧，欧美的明星录音棚里 K240 是常客。不过 K240 也不是那么完美，在低频上太过于专注，有点矫枉过正了，会出现中低频衔接突兀的问题。随后短短4年时间 ，AKG 对 K240 做了3个版本的升级，不断的削减低频分量，提升了中频厚度。在这其中 ，AKG 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调音理念，即在 K240 系列之后 ，AKG 的几乎所有中高端耳机都以中频醇厚为根本。比如1979年 ，AKG 又发布了 K340，堪称耳机史上迄今量产过的型号里结构最复杂的耳机。其内部沿用 K240 动圈振膜加从动振膜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柱极体单元负责 4K 赫兹以上的高频频段，由此组成了所谓的动圈静电混合系统。如此复杂的结构让 K340 变得体积硕大，也让 K340 成为早期 AKG 的集大成产品。中低频衔接的问题在 K340 身上已经完全感觉不到，中频之醇厚，绝少有耳机可以匹敌。时至今日 ，K340 在某些特定种类人声的回放上仍然无可替代，甚至 AKG 早期的弱项、声场纵深方面，也在 K340 上表现得异常出色。说到声场，就不得不提 AKG 早在1989年推出的另一个经典之作 K1000。K1000 是 AKG 第一款型号是4位数的产品，也是无数烧友的终极梦想。看这设计，与其说它是耳机，不如说是将2个小监听喇叭放在耳朵旁边。AKG 称这种设计叫做 Wigner 音源均衡调节，他们希望你所听到的是低失真、平均扩散的声音，而不是一般耳机的闷塞的混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AKG 设计了一个以极轻的钛金属与塑胶构成的支架，悬吊着2个金属网包覆的动圈式单体，做成真正的完全开放的耳机。这款产品在89年就赢得德国 Hi-Fi Vision 年度大奖和莱比锡博览会金牌奖，2项奥地利举办的国际设计大奖，90年更一举夺得令人钦羡的欧洲设计大奖。毫不夸张地说 ，K1000 在当年几乎拉开了和全世界所有耳机的差距。直到今天 ，K1000 依旧是最好的动圈耳机之一。然而，进入到90年代后 ，AKG 遇到了一系列的命运转折点，首当其冲的就是业绩下滑，公司亏损，直到被哈曼国际收购。这一切还得从1977年说起。AKG 创始人之一的恩斯特·普勒斯选择了退出，去了他父亲的公司接班。少了一位大股东，自然会吸引局外人参与，于是以飞利浦为主的资本掺和到了 AKG 内部。在资本的驱使下 ，AKG 员工数量大增，不少明星产品也相继亮相，知名度越来越高。直到1984年，风光无限的 AKG 进入了维也纳的股票市场。由于实力强劲，上市后的 AKG 再度成为资本市场的香饽饽，连续几年成为投资大热门。公司股东结构也发生了剧烈变化，剩下的创始人鲁道夫·格瑞克仅有大约1/4的股份，大银行和各种私人财团控制了 AKG。足够赚钱的 AKG 也开始了买模式，在英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地区收购了一批音频设备相关的公司作为互补。比如，在1989年收购了美国的 DBX Professional Products。收购本就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不巧的是，90年代初受制于经济环境的影响，剧烈变化的外汇让银行和财团们抛售了 AKG 的股票，随即 AKG 进入困难时期，在1992年首次亏损。1993年，顶不住的 AKG 被哈曼国际收走76%的股份，次年灵魂创始人鲁道夫·格瑞克去世，剩下的股份也被哈曼国际接盘，彻底沦为了别人赚钱的工具。易主之后，哈曼开始干预 AKG 的研发，减少设计费用，特别是一改之前的只专注高端路线，转而一股脑推出不少低端产品走量。到21世纪初 ，AKG 继续贯彻低端走量理念，又开辟了廉价家庭录音设备这一新兴市场。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当然是赚钱，毕竟低端才能迎合大众消费市场。但只顾眼前利益 ，AKG 的精髓，那些出众的老产品却不怎么上心了。后续新推的300、400、500，一直到301、401、501，再到最后的601、701、702等等众多产品，基本没有革命性创新了，
大多是把之前的作品拿出来修修补补，而且还不停地抛弃自家特色，甚至还把经典产品停产。比如 K240 系列和 K1000都在2006年选择了停产。值得一提的是， AKG 运营方式的转变也让生产模式发生变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 AKG 的代工厂。2000年时 ，AKG 就有大概45%的产品是代工厂贴牌的了。试想，大量代工的情况下，还能保证灵魂吗？ AKG 最后一次经验大概就是2011年发售的 K3003了，第二款4位数字型号的耳机，足以看出它的地位。官方自己也说是专门为疯狂发烧友打造的旗舰耳塞。当然 ，K3003 并没有让人失望，它第一个采用了1个动圈单元加2个动铁单元混合单元设计，同时拥有高中低3频输出能力，不锈钢耳机壳高端质感尽显。无论是做工、技术、配件，还是我们最重视的音质方面， K3003 已经把一条耳塞能做到的潜力挖掘到了一个无可比拟的程度。10多年过去了，目前它依然是非定制入耳耳机的标杆级产品，不少国产耳机宣传时都喜欢拿它做对比。K3003 后 ，AKG 的产品就没有什么革命性的突破了，相反的是，却再次迎来了让发烧友无法接受的事情。2016年，三星花了80亿美元，直接整体收购了哈曼国际，附带也把 AKG 收入囊中。随后，哈曼全球裁员开始 ，AKG 的奥地利工厂也随之关闭，一批元老离职。加入三星怀抱后，不知为何，三星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独立开发 AKG 的新产品，反而是在三星主流电子产品如旗舰手机上以附件的方式运营。比如，三星的平板电脑上加上 AKG 音效，在 Galaxy 耳机上做 AKG 联名，这样一搞瞬间没了逼格。整整5年 ，AKG 在三星的家里既没有像样的产品，也没有应有的品牌运营活动 ，AKG 仿佛一下子从市场上消失了一样。直到2022年，三星才算重视起来，但为时已晚。当然，另一方面 ，AKG 的没落还和当下的耳机市场有关。自从苹果把真无线耳机带火之后，手机厂商和互联网大厂纷纷压住真无线耳机市场。真无线简直是手机的标配。曾经发烧友最爱的 HiFi， 普通人根本没兴趣，毕竟谁出门带个播放器？真无线才是和手机的绝配。现在出门，如果看到谁还戴着有线耳机，就仿佛异类一样。所以现实就是，曾经的老牌耳机厂商们一个个转型困难，不仅是 AKG、森海塞尔、铁三角、拜亚动力、索尼、BOSS 等，全都打不过手机厂商们。拿2023年 Q2 的统计数据来看，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真无线耳机的市场份额几乎全被手机厂商占据。老牌耳机厂商们想要跟上主流市场，简直太难了。恐怕只有发烧友的坚持，才能让没落的 AKG 们继续充当小而美的存在了。